好，我们现在把这幅画进行调整一下，来看一下整体。整体的话，我们觉得它，这个地方后面我们再要加一些层次，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花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。那么我们再要加一些这个躲起来的、藏起来的，这样子这个画面就有藏有露。好，还是调这个紫色，淡淡的就可以了。藏起来这个花，它在后面啊，在后面淡淡的一层，我们在这个空隙里面，这个后面藏一朵。不要注意层次啊，不要画在这个叶子的上面，要在这个叶子的下面这个层次。露出来一点点。好，这个花又从这个上面露出来一点，淡淡的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是后面，隐隐约约看得到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隐隐约约看到一点点紫色，在这个后面，在后面的话，在这个叶子的这个遮挡下，它会比较暗一点，所以我们把它画的稍微的暗一点点。好，这里藏一朵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，这个边，我们这边也藏一朵啊，这一边。我们要整体画面4个角都没有封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把这个角给封掉。一个画面至少要封1个角。好，这个后面藏一朵，藏一朵花之后，我们这里可以来一些这种淡叶，加一点点墨。用一点点淡墨啊，画一下后面的这个层次，加一些这种淡叶啊。
啊，这个是后面的这种淡的层次。后面这里再加一些水滴，这个角直接让它封起来。像这一块让它很密，有很多或者是什么东西是草啊是什么的都可以。好，这一块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些地方还有一点点空啊，加一点点淡叶的层次。对，有些地方也是一样，加一点点这种后面的这种虚的层次。好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。些比较虚的、比较淡的叶子，隐隐约约有一点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在画面上还少了一点点这种生机的这种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在这里加一些小虫子。加小虫子，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点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加一只这个蚂蚱。我们先用这个小的勾线笔，用一点点这种淡墨，来把这个蚂蚱的大概形状画出来。好，我们画到这个地方，看画在这里还是画在这里？画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现在画一个头啊，这个蚂蚱的这个头，它会有一点三角形。蚂蚱的头有点三角形，我们先画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头。
三角形的，然后一边一个眼睛，一边一个眼睛，这里一个黑色的眼珠。好，一个三角形的头，然后它有一个脖子，比较长一点的一个脖子，长一点的脖子，然后它的身子是比较长、比较大一些。大概的一个形状，然后它的脚，特别是它的脚是很长的，身子，然后脚，4只脚，这里来一只，好，后面来一只。脚上会有一些刺，我们先把这个刺给画出来。这个脚上也是有一些刺。好，这里一只脚。后面一只，画这个脚的时候，我们的手要稍微的稳一点。有一些这种刺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个是后面的4只脚，它前面还有2只脚。前面这2只脚就比较肥一点，比较大一点。好，还是一样的，要画出它的这个刺。大概的一个蚂蚱的形状，身上画出一些纹路啊。这个蚂蚱待会儿我们要把它画成个绿色的。稍微的有一些纹路，还有2个胡须，上面还有一点，嘴巴这里还有一点胡须。好，画了一个蚂蚱。蚂蚱的大概形状画出来了，那我们要再画一颗小虫，看看在哪里，再画一颗小虫。来一点墨，这个地方我们再来一个小虫，多一些这个小动物在这儿。
这个画一个瓢虫，瓢虫它是比较少的，这是一个圆的，大概就是一个圆形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些角，主要是这个把它弄成一个红色的。好，两个触角，前面黑一点，做它的头和眼睛。它会有一点点这个小胡须，这还有一种小角，身上有一些这种黑点的花纹。大一点，花纹有大有小。这一个，我们再来一个。大家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瓢虫？看过它有的时候瓢虫经常是两个爬在一起的，是吧？有没有这个印象？两个小瓢虫，我们看到的瓢虫经常是两个爬在一起。好，我们这个小虫子画了之后，我们给它染一点点颜色，用这个三绿，我们这个蚂蚱用那个三绿啊，三绿色，三绿或者是三青，用三绿吧。来一点点三绿，淡淡的三绿就好了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少少的颜色。来，笔上干了，加一点点水。头部这里大部分都是三绿，然后这个眼睛这里会来一点点这个赭石。眼睛这里稍微的来一点点赭石。好，我们写意的话，意道就可以了，不用说画的像工笔。如果说我们画工笔的话，就要很仔细的去把它画得很真实。写意的意道就可以哈。好，这个赭石在这个肚子下面这里也加一点点，让它由深到浅的有一点点这种颜色的这种变化。好，这里也加一点点赭石，有些地方也加一点赭石，让它这个三绿里面透一点点赭石。好，我们这个七星，这个小瓢虫那无疑肯定是红色的。我们来一点点曙红，加一点点曙红，稍微的把这个瓢虫染一下这个颜色就可以了，一点点啊，薄薄的一层颜色。好，两个小瓢虫就可以了。等下如果干的话，这些黑的地方不够黑，我们还可以用黑色的再加一点点。好，两只小动物，我们看一下，再加两只蝴蝶，看一下找地方，找加在哪个地方，让这张画面上有这个生机感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加两只小蝴蝶。
好，就加到这一块。蝴蝶，看一下，我们先来画后面一个翅膀。通常我们画这个蝴蝶是先画前面一个翅膀，那么这个我们先画后面这个翅膀，来一点太白。画蝴蝶肯定是要用到这个太白。好，我们来这支笔，画蝴蝶的这支笔来画蝴蝶。先调一些太白，调一点点赭石。好，到这里啊，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身子画出来。身子我们用这个黑色，加浓一点点的黑色，再浓一点。脚画出来。蝴蝶的一些脚。好，这是前面的一个翅膀，后面的翅膀我们加一点墨，在这个地方比这个后面的高一点点。好，两个，这边再来一个，跟它这边的这个后面背面的这个翅膀跟这个翅膀是形成一个大概45度的角，大概45度的角，最好一笔成，一笔不成我们再加一点点，稍微的加一点点。来一点深色的墨，加一点这种纹路，加一些这种花纹进去。黑色的花纹。好，这加一些这种白色的花纹，然后可以加一点红色的。
应该可以来一点红色。也是来一点纹路，彩色的，加一点点三绿上去。好，用点赭石画一下这个肚子。好，这个蝴蝶可以了，比较浅色的蝴蝶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下一只，来一点墨。下一只蝴蝶画到哪里了？跟它有一点重叠吧。先画出它的身子、脚、眼睛。这个在后面啊。好，还是一样，画这个蝴蝶的这个翅膀，不要水分太大了啊，水分太大了，等下这个翅膀会沾一点赭石，笔尖沾一点点墨。下面一个翅膀，这边一个翅膀，画起来是不是很好画？好，用这个浓墨画一下这个身上的花纹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加一点点小花纹。
不用太鲜艳的这个蝴蝶。我们这个花已经很热闹了，很多，所以这个蝴蝶需要瘦一点。瘦不是胖瘦的瘦，而是这个什么瘦的瘦。好，我们中间这些黑色的我们不够的话，我们还要再去提一下这个黑色，用龙眼的墨。就比如这只蝴蝶的它这两个触角都被已经不见了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再次把它提出来。还有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纹。好，基本上这两只蝴蝶就这样可以了，这里加点花纹。好，两只小蝴蝶，这时加一点点，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提升一点点。好吧，这两只蝴蝶可以了。然后你再把画面拉高。现在看这个小瓢虫，颜色有点浅，我们再把它加深一点点，加点胭脂。可能曙红太浅了一点点，我们加一点点胭脂，让它深一点点。哇，太深了，要调一下，还是要有一点水。好，稍微加深了一点。虫子也有了，蝴蝶也有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画面。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枝干整理一下。牡丹花的枝干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光滑。
笔尖稍微蘸些浓墨来调整。蘸点浓墨。后面这个淡色的质感就让它很淡。好，这边也是需要调整一下。好，质感稍微的调整了一下。这边也是一些比较淡一点的，但前面是太淡了一点啊，我们稍微的把它加一下。好，这个画面基本上差不多，然后我们现在最后我们加上花心，把这些花的这个花心都加上。花心我们先用这个三绿，用这个三绿画上这个雌蕊。好，加花心的时候，我们镜头一样的拉近一点点，画到正中间，雌蕊5个瓣，不用说太规矩啊。用胭脂，好，这边这个花心也画一下，这个花心就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啊，其他都是不是这种能够可以看得到的，都是比较散一些的花心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加上这个花心，花心还是一样，用这个太白和藤黄调和的这个颜料，
太白多一点，藤黄少一点。用笔上洗笔多余的水分就够了，不需要另外加水。我们分5组啊，1组、2组、3组、4组、5组，然后平均分5组，像画小豆芽一样的。稍微带一点点弯度，带一点点勾。先大概的定好5组，我们慢慢再去加它。带一点点勾，不要画得太直了，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弧度。整得很整，我们偶尔又有一些这种跳出来的，它才显得特别。下面我们扫一点点这种花丝，稍微的扫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花心就可以了。说可以了，还再加几笔，加几笔也可以了啊，可以把它加得更加丰富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先来画这个花心露出来不多啊，不用画太多，可能不用画5组。它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花。给侧面的。好，侧面的我们只能看到侧面的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一朵的话，我们中间点几个就可以了，不用点太多。像这种，有些是看不到花心，有的是看到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点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好了，这一块的散的花心啊，
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啊，就是不要点的太散了，不要到处都看得到花心，然后散散的，要有这种多的组合和少的组合。我们让这一块最多，后面我们在这个画花心，在这个颜色最深的这个地方画啊，偶尔来几颗，其他地方偶尔来几颗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就点这么多，不需要太多。像这些花苞，我们点一点点啊，点两三组小的组合就可以。拿过来一点，点这边，也是点个小组3组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是一个散的花心，偶尔有些地方露出一点点。其他地方偶尔来个几点，两三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花心，这里再掉下几个来，还是让这里的这个组合比较多一点，让这一块多，其他的就少。好，花心就点这么多，上面这里再来一点，可以了。好，现在花心画完了，画面感也整理了，然后基本上差不多。我们来检查一下画，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发现这个花苞还没画呢。来把这个花苞画上。好，一个小花苞。这个上面的这个枝干，我们也稍微的点一点点这个细节上的东西，也不要让它太光滑。稍微的调整一下下。可以了，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幅作品就完成。来拿高看一下整幅。好，这幅作品就这样完成。待会儿我们拍前图放到这个封面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一起画起来。